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下。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
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筒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
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。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三道暗器是哪三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三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
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天道精明。你再不出剑，便要死在我的刀下了。你的刀法确实很精湛，无愧七刀书称你为本代最强刀客。但他的另一句话说的也很对。什么？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犹如鸿沟。18剑阵，起！这便是18剑阵，仅靠一人就能操纵这么多的剑人。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；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暮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魁大人，刺蛇，打扰魁大人独处了。神医和哲叔在谈事，让我先把伤药送来。刺蛇，先别着急离开。
魁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你入朱隐的时间，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短的吧？上一任四蛇1年前突然重病离世，魁大人便在众多人之中选择了我。是啊，当初若我没有选择你，你如今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是我拖累了你。魁大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我们暗河是坏人吗？收钱杀人，不问因果，世人闻我们之名如见恶鬼。江湖朝堂，有多少人与我们结怨，也有多少人想将我们诛之而后快。我们是坏人吗？我们当然是。可谁生来就愿意当坏人呢？我生在暗河穆家，自有记忆开始，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之人。我以为加入朱隐，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。直到遇见了魁大人，您是我在暗河中遇见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是您告诉我们，加入朱隐，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为了守护而死。多谢你们。但我守护的是魁大人，不是大家长。我想陈龙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坏人，即便后来成为了坏人，心中所喜欢、所向往的，也仍旧是善良的人。魁大人，若暗河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么你便是我遇见的第一束阳光。魁大人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长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长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。
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长香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，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，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雨生提家来看我奔跑的。刺剑的时候要放扫，收回来，停刺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小姐，小姐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醒了。萧子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他那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走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去蹬戈去了。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
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首个长老？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。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闭门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师叔，你身后背的，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。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。还望师叔成全。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。师叔，小心了！星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军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的冠军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，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，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节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
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恩怨多纷扰，他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风梦起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？躲开一点。啊。心声随尽人情袅袅，山羊在逃，心如莲不染与你照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者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河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呀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，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
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是求见李寒一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别喊了，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见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？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见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